一年一度的台军汉光演习于22号开始，除了强调无剧本实战外，还有哪些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赖清德政府把今年汉光演习的重点之一定为所谓境外物资接转训练，企图里应外合，透露出台独分子的哪些小心思。而日前举行的民进党全代会上，赖清德拿走1半以上中常委席位，民进党内斗又有哪些新趋势？来看报道。 赖清德上任2个月后，民进党全代会于7月21号下午举行。这次会议攸关民进党权力分配，牵动2026年选举布局，因此备受岛内舆论关注。在这次会上进行了被视为民进党权力核心的中常委选举。改选后，赖系取得了10席中常委中的6席，非赖系则有4席，包括亲蔡英文的英系苏治芬、王世坚2席，亲苏贞昌的苏系张宏禄1席，陈亭妃1席，亲赖清德的赖系 则囊括6席，取得了绝对主导权，包括洪申翰、陈茂松、王定宇、钟佩玲、林俊宪和邱志伟。最后2人属于亲赖的新潮流系。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外界认为赖清德嫡系新潮流子弟兵林怡景也会当选，但不料最后关头却遭遇前桃园市长郑文灿人马的桃园市议员吕林小凤的跑票，这导致新潮流系未能如预期拿下3席中常委，最终仅获得2席。分析认为，这透露出民进党内部分裂的迹象。赖位就是要团结嘛，赖清德今天喊团结、团结再团结，合作、合作再合作。你要跟谁合作？问题是赖清德是个很记仇的人。你看赖清德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在整肃啊，把过去苏系在金融界扎了根几乎全部连根拔起了，然后甚至连圆山饭店都要换人了。所以 赖清德要整个权力结构改组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台湾《中国时报》称，民进党全代会是赖清德兼党主席的第1场压力测试，他要在这场全代会的党职选举中成为最大的操盘者。如果处理欠妥，将造成党内分裂。 民进党组织部前副主任庄严向中评社分析认为，如今赖在党内是结构不稳的少数，各派系并未全面输成。接着赖一定会出手摆平党内，而其他派系也会反扑，让民进党杀到血流成河。 台湾民众党籍民代林国成认为，这次选举结果显示出民进党内斗的警讯，未来可能会对党的权力核心和决策产生影响。我的判断，民进党虽然看起来是平静， 但是还是暗中有在较量。赖清德在此次民进党全代会上全程以台语，也就是闽南语致辞。值得注意的是，他再次发表台独言论，妄称将建立所谓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外界注意到，民进党一直给闽南语贴标签，此前还推动过将闽南语的称谓改为所谓的台湾台语，这也是民进党推动去中国化的伎俩。 事实上，闽就是福建，闽南语是福建南部以及岛内的一种方言，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最直观的体现之一。 这就是他台独意志的展现。就他们剧中教育长大的小孩，就以为说啊，好像我们就是台语。如果到福建地区，就发现，哎呀，你们怎么也讲我们的台语？所以我们的小孩会因为无知，将来被取笑。他家的祖先是不是也是别人统战的工具呢？这么多百家姓，哪一家姓不是从大陆来？多此一举，系出同源，大家都血脉都一样啊，是同种同文化的东西，去弄这反而让觉得你是不伦不类。民进党尤其以赖清德为首，现在这些台独派认为， 台独是要继续推进跟深化，那这里面就需要一些内容来填充，而所谓的台湾台语填充就非常必要。赖清德的史观就是所谓400年台湾史，也就是闽南人来到台湾的历史，那闽南人的在地化、台湾化，所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呈现。那这其实本身是非常反智、反逻辑、反历史的吧？哦，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讲闽南语，或者是讲这个是这种东西，它其实是母语，它是一个方言，你很清楚。 可是问题，他就是要去强调这个差异。民进党全代会刚刚结束，台军汉光40号演习就从22号起开始5天4夜不间断的实兵验证科目。 台防务部门表示，演练的主要科目包含战力保存、整体防空、联合截击与反封锁作战能力等。2大验证重点为去中心化指挥管制及交战规则的运用。去中心化指挥管制是指模拟指挥链在战时若中断，导致各战区甚至各作战单位无法向上通联，而必须遂行独立作战。要落实独立作战，则必须确立接战规则、授权与责任区。 而此前爆出台军将给官兵配发交战规则卡片，也被网友嘲讽称打起来了，谁还来看说明书？现在汉光兵都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把所谓的当指挥中心被摧毁的时候，那他怎么来应对啊？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更加的贴合实际的战略，这也是美军介入之后最大的差别。因为毕竟台湾的部队已经太久没有打仗了，所以其实距离第一线的这个作战的现场实景已经是距离非常远。可是美国部队一直在打仗，假设你的连级单位或营级单位跟你的旅级单位，甚至跟你的军团单位出现这种通讯中断的状况，那你该如何来应对？好，这是他们现在要把所谓的指挥权往下移的一个部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方面面的呈现哦，都在导向一个美国希望台湾往实战化去准备、往实战化去推演的部分。另外，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8号还专门前往关渡视察，并声称淡水河防是重中之重。实际上，淡水河口距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仅22公里，因此被认为是重要的战略卡口。此次台军汉光演习将台军河防演练与台北港松山机场的反机降演练结合，以验证台军的防御能力。有分析就指，顾立雄说淡水河是重中之重，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赖清德的安全是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据台媒报道，本次汉光演习的一大变化是24号下午将在花莲港演练境外物资转接。报道称，由于台湾是海岛，若台海发生战争，包括能源、粮食在内等物资如何运抵，将成为一大课题。台军方人士表示，这项操演过去也曾举办过，但已许久未执行，且港口物资接转非常繁复，涉及军队和港口等多部门的配合。重点在于如何确保外部物资运抵台湾岛后，如何借由各种交通方式运输至指定地点。死的时候，我们台湾是一个孤岛，可以有机会对外通联的，就只剩下花莲、苏澳这2个港口。海军会在这个时候开辟一个安全航道，让原台的物资可以进入。所谓的境外物资接转，它会有很多方面跟方向来做哦。那不管哪些方面方向来做呢，基本上就是要维持台湾的战争的动能，也就是说台湾不能被一围就歇菜了嘛。除了直接攻台之外，它是有很多选项，或者在攻台之前它有很多可做的。那最近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海警在台湾海峡的巡弋范围不断在扩大，甚至已经到了澎湖海域去了。台媒分析称，台湾缺乏石油、天然气、煤矿、钢铁等战略物资，尤其是液化天然气的存量只有11天，且均需仰赖进口。石油、天然气不仅让民生在战时能维持正常运作，更攸关作战存续，因此有演练物资接转的必要性。但观察指出，解放军联合利剑演习早就对台湾岛进行维和演练，根本没有台军境外物资转接的可能性。对于台军汉光演习，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回应。他首先强调，这不是外交问题，再回应称，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在外部势力的纵容支持下，不断地进行谋独的挑衅。但是任何渲染紧张、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图谋，都必将遭到失败。虽然今年台防部门特别强调无剧透不演戏，操演单位事先不知道上级出题的细节，然而台军吹嘘的无剧本演练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成为岛内社交平台上嘲讽的热门话题。有台湾网友留言称，登陆点就那几处，工事当然提前构筑，除非台湾岛地貌瞬间改变，否则完全无想定，那简直是天方夜谭。竹围沙滩5月底开始施工防御工事了，挖了壕沟等工事。6月又有台媒爆料，台军方提前在台南安平的洗漱海滩挖掘大规模防御工事。还有台媒报道称，20号有台南民众钓鱼钓到一半，身旁突然被军人包围，事后才得知是教育召集士兵们进行训练课程。一个钓鱼啊，钓到人演习，你看者，两边啊兵哥。我哋钓鱼啊，这是什么经验啊？台退役少将厉正杰表示，这一段视频在网上传翻了，大家都当笑话在看。光这张相片，你知道有多糟糕、多丢脸？你知道？第一个，我们看相片，我从这相片里面，我一眼就看出来，这叫2栋3旅，驻地台南关田，你就是不是泄密？从他们带着背章，所以这个东西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来讲的话，你看我们这个阿兵哥他所做的动作，他这持枪的动作完全不对。再来的话，你就必须你这个有符合隐蔽掩蔽嘛？旁边是明明就是这个草堆，你为什么不在这边利用那个草堆来讲？就怕苦畏难嘛。对，他到草堆里面回来弄了一身脏，我要洗军服要干什么？但是打仗你可以这样子吗？厉正杰认为，这次汉光演习号称无剧本实战化，但你最起码要有作战计划。难道你无剧本这个班就摆在这个桥上吗？
另据台湾联合报22号报道，汉光演习的第一天上午，台军第4作战区机步第333旅接获指令，出动多辆装甲车前往战术位置待命。但尴尬的是，车队中一辆云豹8轮装甲车疑似引擎故障，停在民宅前进行紧急维修，后方还有士兵持枪警戒。台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21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中直言，汉光演习很注重在陆上作战，但若直接以台湾为主战场，那就错了，怎么打都是输。所以应该要把战略纵深往外推，最重要的是海空纵深。若没有海权跟空权，仗就打不下去了，会处于战略极不利的态势，想要翻转都非常困难。台湾基于战略形势的一个被动，尤其是民进党政府，它几乎没有任何战略迂回的空间。也就是不管美国对他做什么，他明知结果他还是忍冲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之上的时候，其实美国它现阶段它主要还是希望台湾做到那个点上，什么点上？就是如果一旦两岸开战，那拖迟的越久，对美国的整体战越有利。只是到头守不住，再抛弃就好。再来关注半岛局势，时隔6年，韩国军方重启对朝扩音喊话，且在前沿地区全线实施。韩国媒体担忧，韩国民间团体投放反朝传单和朝方投放垃圾气球的恶性循环，可能演变成朝韩军事冲突。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2号表示，韩军从当天早上6时起启动对朝扩音喊话，预计喊话将持续16个小时到晚上10时。这已是韩军连续2天在前沿全线进行扩音喊话，也是6年来首次。韩军的24台固定式和16台移动式共40台对朝大功率扩音器已经全面启动。据悉，韩方扩音器广播将重复播出韩军制作的对朝心理战广播节目《自由之声》。自由之声对朝广播每天喊话4到6小时，其中除了韩国媒体报道的涉朝负面新闻和天气预报之外，还包括韩国流行歌曲和特制的心理战广播剧。在韩方看来，就是这些事情是朝鲜的民众平时接触不到的他们可以通过散布这样的消息来起到这个动摇民心，然后就是对朝鲜的制度和体制进行攻击的这样一个效果。外界注意到，韩军方表示重启对朝扩音喊话是为了应对朝鲜不断发送垃圾气球，但梳理公开新闻报道可知，今年以来尹锡悦政府废除了将对朝鲜投放空飘气球视为违法行为的法律之后，韩国民间团体向朝鲜境内释放空飘气球的次数陡增。这些空飘气球比以前的更为先进，一些甚至搭载了 GPS 定位系统和动力装置，可以向指定位置释放反朝宣传单以及 U 盘、感冒药等物品，遭到朝鲜的强烈抗议。其后，据韩国媒体报道，朝方也向韩国境内释放了含有垃圾物品的气球。实际上，韩国民间团体发起的对朝释放空飘气球，多年来一直是危害朝鲜半岛稳定的公害。韩国朝鲜研究生院大学教授梁茂信表示，如果停止散发对朝传单，朝方也将停止空飘垃圾气球，这样就不需要扩音器广播了。他认为政府应该积极限制散发传单的行为，而不是助长。实际上，朝韩两国互相以扩音广播进行心理战始于1963年。2004年，卢武铉政府与朝鲜签署协议，双方停止扩音广播。2015年8月4号，朝韩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生地雷爆炸，导致2名韩国军人重伤。韩方认为肇事地雷为朝方埋设，并于当年8月10号重启对朝扩音喊话，朝鲜也对等重启。同一年晚些时候，朝鲜率先提议举行南北高层会谈来解决有关问题，但直至2018年的板门店宣言及919军事协议中，才将中断扩音器广播纳入其中。其后，双方拆除扩音广播设施，被认为是朝韩关系改善的标志性事件。但就在上个月，韩国终止了919军事协议全部效力，随后韩方重启时隔6年的对朝扩音广播。从深层的原因来看，韩国的保守政权其实他一直没有放弃，通过这种颠覆政权的心理战手段，去达到他吸收统一的一个目标。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朝韩关系不断恶化之后，韩方找到了一个，废除919军事协议并重启，这个对朝广播的这样一个借口。